让你笑呀！胖子，你好大的力气，有本事借小爷一锤！你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好小子，行啊！普天之下能接我半锤的，都算英雄好汉了。你能连续接我3锤，也算是英雄好汉。饶你去吧。
快撤！哎！你们别跑啊！烟还没打够呢！撤！反贼，哪里逃？看小爷怎么一锤砸死你！呀！匹夫，终于让小爷出了这口恶气！接锤！快！快！老匹夫，别跑！撤！看来回不了龙州了，传我的命令去登州。撤！去登州！撤！驾！盾牌阵！
快撤！黑元庆在此！兄弟们，裴将军来了，给我杀！宇文成都，你连袭阵阵，滴水未进，我看你还有什么力气跟我打？给我杀，一个不留！杀！将军，将军，走！追！兄弟们，给我上啊！禀王爷，前军已败，请王爷快快鸣金收兵。传本王的命令，有擅自撤兵者，军法处置，格杀无论。是。靠山王有令，胆敢临阵踏回
答应着，军法从事，干杀无乱。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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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将军！哥，快撤呀！撤！快撤！少爷，你快走吧。
有反贼，立即关闭城门。是。走，关闭城门。这。快！关城门！关城门！快点！军爷，俺要出城了！快点！军爷！哎呀！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起来！哎呀，俺的脚！快走！俺的脚啊！你赶紧给我起来！耽误公事你担当得起吗？军爷，俺的腿撞了！哎呀！让开！让开！别让他腿啊！你赶紧给我退走，要不然我杀了你！安起来！快走！快点！哎呀！侯爷，快走！不要让武元照跑了！兄弟，快走！停！别追了。熊壮士，救命之恩，不敢言谢。哎呦，侯爷不可，俺不过是搂草打兔子，顺水人情罢了，岂敢受侯爷如此大礼呀？熊壮士，你如何知道我家蒙难了？又如何会在城门前等我？哎，那天咱们分别之后，俺一直跟着你们。俺打听到你是武监长吴老爷家的公子，俺想上府里去找你们。可俺这破衣烂衫的，没脸见人呐。谁知正好碰上宇文成都带兵包围了吴府，俺一看大事不好了，俺就抢了黄豆贩子的独轮车，到南门去等你。谢天谢地呀，真让俺给等着了。熊壮士，你我萍水相逢，这真是天意呀！哦，熊壮士，武家蒙受大难，如果你不嫌弃，我愿与你结为八拜之交。好啊，俺愿与侯爷结为兄弟啊！好，走。苍天在上，在下武云照愿与熊阔海结为生死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若有背盟，天诛地灭。老天爷，俺太行山熊阔海愿与武云照哥哥结为兄弟。倘若俺背叛了兄弟，俺不得好死。斩！阔海兄弟莫悔，本大王来也。武大王，阔海。
带着你冲锋陷阵，为父死不足惜。可是你还年幼，为父就带着你杀出一条血路。城中积粮早已用完，百姓饿殍遍地，易子而逝。请大帅进城之日，拨发5万斤粮食给百姓，救满城百姓，使他们免遭涂炭。那第3呢？这是我周岁的儿子，也是我武家唯一的血脉。赤子无辜，不能就这样死于刀剑之下。请叔父设法将他养大，保我武家一条血脉。这3件事，我都答应你。既然如此，云昭死而无憾。等等，老夫已年过70，也活不了几年了，不能再婆婆妈妈的给人家当奶妈。你的第3条，老夫不能答应。叔父，不过，明天我的战报会写上剿灭南阳叛贼，
乌云罩的消息，而且乌云罩已从东门突围，不知所踪。去吧，叔父。我乌云罩再次突围，避我者生，挡我者死。将军，什么事？报告将军，乌云罩从东门突围，连路士兵阻挡不住，正向我们这儿冲来。怕什么来什么，召集亲兵。是。把我的盔甲拿来。告诉新闻里和盛世图将军，乌云罩突围了。是。
太子杨广听风。太子杨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居功至伟，赏金5000两，锦缎2000匹，钦此。儿臣谢父皇赏赐。不过，父皇，儿臣有一个请求，请父皇恩准。有什么请求说吧。请父皇恩准儿臣，把这些赏赐分成2半，一半犒劳出征将士，另一半发给南阳地方，赈济灾民，扶危济困。只要天下太平，儿愿足矣。好，皇儿清廉如水，以天下为己任，此乃苍生之福啊！父皇岂能不许？太子如此蓄世爱民，我大隋江山万世永固。万岁！万岁！万万岁！朱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事以后，势如破竹，席卷江淮。魏文通叩见王爷。我问你啊，秦琼来过吗？秦将军他来过了，已经出关公干去了。什么？已经出关了？对，秦将军车马劳顿，很是辛苦。我还把家传的鹿茸膏送给他了。大胆的魏文通，你竟敢放走反贼秦琼！来啊，快了，斩！是。王爷，秦琼是拿了您的通关令牌，我才放他出关的。不管怎么说，你放走了反贼秦琼，你还对他阿谀奉承，你的罪不小，你知道吗？卑职确实有罪，但是这都是奉了您的吩咐啊。我什么时候吩咐过你呀？王爷，您忘了，您过关之时，您指着秦琼对我说，无论什么事情，秦琼倒如同你本人倒一样，你今日要杀我。卑职实在是冤枉。我说过这话吗？当然说过。好像是说过。哦，对，我想起来了，我说过。好，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站起来吧。谢王爷不杀之恩。王爷，据我估计，秦琼出关不足40里，我愿意单人独起，不带一兵，把秦琼捉回来。好，如果你能捉到秦琼，那本王要给你记一大功。王爷，我想跨去海口，您是要活秦琼，还是要死秦琼？论武艺来说，秦琼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你最好抓活的。王爷，您是要活的，难道你对他还有姑息之意？哎呀，本王不是要藕断丝连。只因为秦琼他智勇双全，他要是投靠了降马，那可就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反过来呢，他如果弃暗投明，帮我围剿降马，那不是能助我一臂之力吗？文通遵命。这，秦琼，站住！这。
琼，站住！我有话跟你说。站住！我有话跟你讲。魏将军，你就别送了。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起回吧。哼，大胆秦琼，休得花言巧语了。你蒙骗了靠山王，到了潼关还蒙骗了我。以我之见，你还是好好跟我回去。王爷是不会杀你的。如果你不回去，那是你自找苦吃。魏将军，你把我秦琼当3岁小孩啊？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听说你人称花刀帅，我今天正想领教呢。那就放马过来吧。这。秦大哥，这，秦大哥，你没事吧？来，我没事。你们2个怎么来了？徐老道让我们来接应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敢问2位英雄尊姓大名？在下王伯当，这位就是程咬金。金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贤弟，留他一条狗命吧。记住了，我叫程咬金啊。他是不是睡着了？哎呀，大胆降马！外面在叫阵呢。好，时机已到。谁愿意打头阵啊？这一仗可是我们和隋军的第1仗，讲究的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来。
兄弟们，我来打头阵。叫！我乃潞州单雄信是也。你们谁敢出来与我决战？大哥，我去。大胆马贼，快离去！饶你不死！来将报上名来。我单雄信，从不杀无名之鬼。爷乃金地关副总兵华公义是也。单雄信做了这么多天的缩头乌龟，怎么挑今天这个日子来送死？少废话！如果早出来决战，你还能活到今天？好大的口气！看刀！来，擂鼓助威！擂鼓助威！宇文化及叩见皇上。爱卿平身。谢皇上。爱卿是否有什么要事啊？江都比武的时候，那颗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帅印，皇上可记得是落在谁家？不是罗成吗？皇上，据义卫军探马报告，如今这颗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帅印已经落在了并州留守李渊李大人的第4个儿子李元霸的手中。哦，这是怎么回事啊？要么李元霸是从罗成手中夺来的，要么他们俩是一伙的。你是说，这李家与那些反王原来就是一伙的？臣只是猜测。但愿只是空穴来风。无论李家是否与反王有勾结，只要这颗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帅印落在李家，那都是对我大隋朝的不祥之兆。说来听听。别闹，四弟。嘿嘿，二哥，你说这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帅印有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我看不就是个破印吗？这个印呢，可非同一般。非同一般？这么厉害？看我一锤能不能砸碎！四弟，别闹。看把二哥你吓的。哎呀，二哥，他再厉害，也经不起你四弟的一锤呀。二哥说他厉害呢，是因为他是皇上手里的兵权。就是他。怎么不够？我跟你说呀，这个印……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武侠经典解说频道。今天继续聊2012年张卫健版的《隋唐英雄》第20到第25集。上一期说到，瓦岗寨正遭受裴元庆的猛烈冲击，而隋朝宫斗也到了白热化阶段。而这6集正好是瓦岗寨从防御转向进攻，李元霸横空出世的关键阶段。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讲。第20集一开场，瓦岗寨的处境非常危险。裴元庆率领随军压境，程咬金下令瓦岗群雄轮流上阵应战，但都不是裴元庆。裴元庆一锤一个，打得瓦岗众将兵器乱飞，场面一度非常难堪。更糟糕的是，罗毅率领燕云18骑也赶到了瓦岗寨附近。燕云18骑是什么概念？名将谱上写得很清楚：使弧刀，快如风，所过之地，寸草不留。
这是一支能让人听了名字就发抖的恐怖队伍。罗毅是罗成的父亲，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逼罗成离开瓦岗，否则父子就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魏文通的随军主力也在一旁虎视眈眈，三方势力齐聚瓦岗，一场恶战一触即发。魏文通摸不清罗毅是敌是友，既希望罗毅帮他拿下瓦岗，又怕罗毅父子联手反噬，所以他做好了二手准备，只要罗毅露出破绽，就先下手为强。徐茂公同样担心罗毅与魏文通勾结，命瓦岗众人随时准备迎战。入夜，罗毅只带了妻子和4名随从来到瓦岗寨前，要求秦琼和罗成率领诚恳向父母解释自己在瓦岗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和快乐，希望父亲放过。父子俩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只能约定明日阵前决一死战。这个选择无比残酷，一边是骨肉至亲，一边是志同道合的兄弟。罗毅临走前说了一句话：若我战死，将我以随将身份安葬；若罗成战死，秦琼和罗成听得泪流满面，跪拜送别。这一幕，硬汉也扛不住。然而，就在罗毅伤感回营的路上，魏文通突然发起突袭。罗毅精神恍惚，又有病在身，中箭落马。罗成听到号角声，快马追出。第21集，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燕云18骑和瓦岗援兵同时杀到，罗成、秦琼、单雄信3人合力围攻，再加上罗毅拼死一搏，罗成终于亲手刺杀了魏文通。主将一死，随军战意全消，全部投降瓦岗。罗毅伤重垂危，罗成要扶父亲进瓦岗救治，但罗毅宁死不愿踏入反贼之地。临终前，他终于明白了儿子的选择不是为了叛逆，而是为了一个情字。罗毅把所有遗愿交代完毕，安详离世。罗成将父亲以随将之礼下葬，解散了18骑。兵丁问他为什么要解散，罗成说了一句很燃的话：父亲的武功我已经全部学会了。第21集还有一条重要的暗线，张丽华被带到了太子杨广的东宫。他怜惜杨勇，但更知道在杨勇身边是难报仇，于是决心接近杨广。与此同时，杨勇被废后精神彻底崩溃，深夜里爬上树梢，对着皇宫大喊冤屈。杨坚和独孤后听到凄厉的喊声，独孤后心里愧疚难当，杨坚则被深深刺痛。杨勇的悲剧是整个皇权争斗最残酷的缩影，他输给了自己的弟弟，输给了女人的枕边风。第22集输给了自己的是李渊霸第一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李渊带着李世民和李元霸进京面圣。杨坚听说元霸力大无穷，好奇之下，麻叔谋好歹也是隋朝大将，结果被元霸3两下就打得找不着北。麻叔谋输得灰头土脸，但宇文成都偏偏不信邪。他向李元霸发起挑战，两人一交手，宇文成都竟然不敌。宇文成都怕第一勇士之位不保，暗中吩咐手下100人，只要自己落败就蜂拥而上。结果元霸被激起了杀性，不到1炷香的功夫，100多人全部命丧当场。宇文成都吓得目瞪口呆，杨坚却不顾死伤将士，拍手叫好，当场封元霸为赵王。而元霸呢，天下无敌，看着满地的残肢碎片，居然还在开心傻笑。他不是残忍，他是真的。这场比武戏是第22集最大的看点。李元霸出手迅猛，完全不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那种一力降十会的纯粹暴力美学，让人看得既热血又心惊。打到100人阵的时候，元霸挥舞铁锤大开大合，士兵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这一段的镜头调度和威亚配合非常到位，张力十足。除此之外，第22集还埋下了一条重要伏笔：李世民在杨坚面前崭露头角，被封为秦王。而他在朝堂上看到杨坚的奢靡和暴政，内心开始萌发了解黎民之苦的志向。第22集结尾，咬金娶了裴翠云为妻，两人一个粗鲁，一个娇气，凑在一起笑料百出。翠云逼咬金减肥、读书认字、学礼仪，咬金苦不堪言。但这些喜感的情节恰好平衡了剧情及悲壮气氛。宇文化及率兵围攻李渊的府邸，想趁机除掉这个心腹大患。李渊寡不敌众，危在旦夕。李建成、李世民等人拼死抵抗，仍然挡不住。千钧一发之际，秦琼及时赶到，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救下了李渊全家。
这一场秦琼以一敌众的打戏虽短，但非常干脆利落，双锏上下翻飞，刀光剑影中全是李密见宇文化及势大，决定联手窦建德共同对抗隋军。窦建德对李密心有不忿，但隋军来势汹汹，也只能暂时放下芥蒂，联手抗敌。还有一条支线铁骑里潜入李渊的住所行刺，结果被暗中跟踪的红拂女击杀。这是红拂女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她身手矫健，面容冷艳，一招制敌毫不。李渊、李世民回并州途中，在红杏林再遇险情，被暗中护驾的武云照所救。武云照透露了自己反隋的决心，他的灭门之仇是要杨广血债血偿。这一条线为后面武云照起义埋下了伏笔。第24集是全剧最燃、最震撼的一集。杨广的龙州被天下反王的联军挡住了去路，各路反王一共18路，声势浩大。杨林和宇文成都不愿出战，相互推诿。杨广一怒之下，下旨召回李元霸。李渊收到圣旨，犹豫不决，元霸出手太重，怕他伤害恩人秦琼。李世民却暗中有了盘算，他带着元霸去秦琼的生辰牌位前祭拜，还特意让瓦岗将士都在脖子上系一根黄金，作为不打之人的标识。元霸一出战，就像猛虎出笼，瓦岗群雄试图阻挡，全被一锤打飞兵器。但看到黄金，元霸想起世民的话，收住了手。他认出了叔宝，当场下跪磕头，把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其他反王的将领趁机偷袭，激怒了元霸，他立刻掉头杀入反王军中，无人能够抵挡。只有裴元庆不服，丢掉黄金与元霸硬抗，但几个回合下来，也被元霸当场打死。这一段的打戏是全剧分量最重、最炸裂的。元霸的铁锤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每个镜头都在诠释什么叫天下第一。制作组在这一集砸了重金，各种武器碰撞的音效、慢镜头特写、群演的大范围调度都拉满了。反王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杨广龙舟得以继续航行，对元霸赏赐有加。但元霸在战场上的疯狂杀戮，也让李世民开始担忧，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第24集还有一条令人痛心的线，秦琼的母亲秦氏去世了，临终前将罗家枪还废除了不传外姓人的规矩，希望罗成和彬彬好好在一起。罗成丧母之痛难以自已，幸好有彬彬在身边安慰，两人感情也更深了。第25集，瓦岗寨迎来了最后的决战。隋军布下天罗地网，罗成率领瓦岗将士发起突围，但罗毅遭到尉迟恭和秦身受重伤被俘虏。这一幕非常虐心，儿子拼死救父，父亲誓死不降。罗成率军浴血奋战，终于击退隋军，救出了罗毅。宇文化及设宴款待尉迟恭和秦琼，把罗毅押解过来，逼他投降，否则就杀他。罗毅誓死不从，宇文化及下令将罗毅押往刑场。罗成悲愤交加，率瓦岗将士杀入隋军大营，抱头痛哭。这一段的演技非常打动人心，铁汉柔情，然而催人泪下。更大的危机还在瓦岗内部，李密感到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李世民不满李密的所作所为，暗中拉拢其他将领。李密得知后大为震怒，房玄龄建议罢免李世民兵权，李密最终采纳。李世民愤而率部离开瓦岗寨，杜伏威和王世充也相继离去，瓦岗寨实力大损，李密陷入孤立。宇文化及得知瓦岗内讧，趁机率军猛攻，李密被俘虏并处死，瓦岗寨宣告。罗成率余部投靠李渊，被重用为先锋大将。从此，瓦岗群雄的命运从天下大势的棋盘上转向了李唐阵营。回顾这6集，第20集的三方对峙和父子决裂是情感的大爆发，也是罗成最让人心疼的临终相认与燕云18旗的解散，给忠孝两难这个主题画上了最悲怆的句号。第21集的魏文通伏诛和罗毅之死，打戏干脆悲壮，文戏戳人心窝。第22集李元霸横空出世，是这几集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动作戏。他一锤定音，一个人打崩了隋朝第一勇士宇文成都的骄傲，也在朝堂上赢得了天下无敌的名号。第24集的四明山大战是整部剧最具史诗气场的群战大戏，18路反王的联军几乎被元霸一人之力尽数摧毁。
这种天下第一的设定，在这个节点的爆发，让观众真正感受到了李元霸为何是天降神兵。第25集则把瓦岗寨从鼎盛到内讧再到覆灭的过程一气呵成，为下一阶段唐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另外，第22集里程咬金和裴翠云的喜剧感情线也是一味调味剂。粗鲁的混世魔王配娇气的官家小姐，笑点密集，让人在紧张之余还能会心一笑。第20到25集不但是隋唐英雄转场到唐朝前夜的关键桥段，更是一场家庭悲剧、江湖情谊和皇权争斗的全面爆发。如果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